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为了不让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时刻刻关注着中国的一举一动。他们似乎是害怕中国一夜之间就变得异常强大，因此对中国常常进行一些细微的照顾。而一些美国媒体更是如此，死盯着中国不放，就好像除了中国就没有其他的新闻可以报道了一样。但凡中国有一点风吹草动，就立马找空子钻，大量炒作。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美国相关媒体消息报道，近日美国科学家联会专家马特·科尔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关于中国核弹发射井的消息。他称，通过专家的卫星实验室信息可以得知，中国在西北部沙漠地区又新增添了110个核弹发射井。据资料调查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核弹发射井已经大概有250个左右。美国媒体的炒作已经不止这一次了。此前，美国就有媒体还表示，中国在甘肃地区也建造了119个核弹发射井。后被媒体消息证实，这些被美国媒体所炒作的发射井，其实就是建造的风力发电机所。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媒体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想钻空子，借机会炒作中国，故意夸大中国威胁论，而这也是美国一贯使用的老套路。他们总是钻空隙去恶意的炒作一些虚假的信息，在国际社会上把中国形象抹黑，声称中国给世界安全带来了威胁，并借此机会故意装成很绅士的样子，为世界各国伸张正义。这样的行为极为卑劣。退一步讲，据美国国家安全局相关信息显示，美国2021年的核弹头总数量已经达到了5000枚以上，而中国的核弹头只有300多枚，所以美国以此来炒作，不觉得很虚伪和不实际吗？如果当真要讨论对国际社会安全造成了威胁的话，这个嫌疑美国应该是更大一点吧。中国的300多枚和美国的5000多相比的话，似乎根本不算什么。对此，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进行了点评，他认为美国媒体这样的行为也是非常可耻的，但是他们的目的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无非是想让中国在更多舆论下说出我们到底有多少家底，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上当。美国媒体他们想说多少就随他们去说，让他们去猜吧。而我们要做的不但是要加快核弹数量和质量的建造速度，而且还要加强军力的建设，因为核威慑力才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的确如此，如今国际局势紧张，美国对中国的发展也是虎视眈眈，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建设，只有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强大，对中国感到恐惧，才不会轻易的干扰中国的发展。据环球时报7月27日的消息称，在即将到来的8·1建军节的前夕，第73集团军某2栖合成旅根据训练计划，开始在东南沿海进行训练，组织部队展开越海夺岛体系联合演习。与此同时，中国海空军在东海、南海以及珠江口还开展了大规模联合训练，期间完全是用实弹进行的演习。据了解，在此次演习中，由中国国产的054两栖装甲车担当起了踹门作用。据了解，改型两栖装甲车是目前解放军所装备的最先进的两栖登陆装甲装备，其综合作战能力也居世界前列。要知道，它不仅仅是一辆装甲车辆，同时还是一款两栖突击车，以及装备了105毫米线膛炮、30毫米机关炮和反坦克导弹的步战车。别看它装了这么多装备，但该型战车在水中的速度依然可以达到25公里每小时，再配上其强大的火力和支援能力，可以迅速实现对滩头阵地的争抢，所以称其为夺岛神器那是毫不为过。有观点认为，我军当前之所以会疯狂提升夺岛能力，进行大范围的密集演习和演练，并且公布最新的夺岛神器，完全是在为后期可能发生的海陆战争和抢滩夺岛战役做准备。正如同网友们所热议的那般，解放军当前展现出的实力，完全可以用渡海夺岛、实战演练样样精通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实力，使得抓菜虫除害指日可待。现如今国际形势越来越倾向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中俄之间的对抗，说到底就是一帮想要浑水摸鱼的人，在所谓的坚定盟友美国身后，依仗着美国的军事实力，同中俄之间进行对抗。但与俄罗斯同北约之间的纠纷不同的是，从古到今，台湾一直是中国不可侵犯的一部分，过去是，现在也是。如果未来和平统一的希望非常之渺茫，那么中国有权利也有信心用实力收复台湾。如果美国又或者日本决心要在台海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话，那届时中国实现完全统一将是顺应历史的潮流，没有人可以阻挡。尽管中国一贯主张和平，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畏惧战争。任何势力胆敢破坏中国领土完整，那必将付出惨痛代价。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当前英国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已经结束同印度海军所约定的军演活动，从孟加拉湾驶离，通过了直指南海的马六甲海峡。与此同时，
此前，在印度洋就脱离队伍的捍卫者号驱逐舰也通过南海海域抵达了文莱。毫无疑问，虽说英国官方声称航母战斗群此次出航的目的就是与多国进行军事演习，以显示英国昔日的海洋统治力，但所有人都知道，重头戏在南海，而不是英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军演。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英国航母直直闯进了南海，但该航母的护卫编队已经完全分散开了。据了解，当前除了捍卫者号驱逐舰正在文莱出访外，李士满号护卫舰也正与泰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虽然看似与中国没有任何的联系，可是在地理位置上，文莱、泰国都是在中国的南海南部。不仅是这样，在后续几天，英国航母战斗群还将穿越南海抵达日本进行军演，这将对中国东部造成威胁。从目前来看，英国此次联合了多个太平洋西岸国家，直接对中国形成包围。尽管英国表面上说这次航行没有针对任何国家，但这并不能让人信服。分析认为，虽然英国航母此行完全可以用劳师动众来形容，把海军的整个家底都派遣到亚太来，然而英国海军毕竟不是美国海军，妄图在南海闹事是需要一定本钱的，尤其是中国海军经历了下饺子的一年。其航母如果真的敢在美国媒体怂恿之下闯入中国12海里领海的话，那后果恐怕是他们承受不起的。届时如果撞上了我军现在动不动就进行的实弹演习，那我军都可以不用警告直接开火了。尽管这种会直接挑起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但必须警惕的是，不管英国的雄心壮志是否能成为现实，如果英国按照美国的要求派遣航母打击小组前往南海活动的话，那必然会进一步促使周边地区的恶华国家更加团结起来，在军事以及政治上对中国实施一系列挑衅措施。所以不管英国是要打擦边球，还是直接挑战中国领海主权，中国都必须如同著名的军事专家宋仲平所说的那般，英国现在已经失去了国际道德底线，中国必然严阵以待，一旦英舰借机生事，那一定要强硬反制。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4月份曾宣布，驻阿富汗美军将于今年9月份撤出，宣告这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终于彻底结束。不过，此次美军草草撤出阿富汗，令阿富汗境内局势大乱。美军拍拍屁股走人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也证明了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是彻底失败。而美军另一个战场伊拉克也传来了美军即将停止行动的消息。美国同时从2个战场抽身，是不是美国已经精疲力尽了？据环球网报道，美国与伊拉克近期发表了联合声明，美国将于2021年12月31日停止在伊拉克参加任何军事行动。虽然没有表示美军将撤出伊拉克，但是很多人认为美国是想从伊拉克战场抽身。不过与阿富汗不同的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巨大利益，美军暂时不会完全撤出伊拉克。先后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抽身，美国这是承受不住了，还是美国真的转性了，要维护世界和平？其实都不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美军都打了很久了，目前并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存在，所以美国不存在撑不住这一说法。维护世界和平，拜托，美国可不是中国，世界和平从来都不会和美国扯上半毛钱关系。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美国为什么要撤出？其实这是美军目前的重心已经不在这2个地区了。很多人认为美军这次抽身出来是为了全力应对中国，美军的战略重点现在已经放在了亚太地区。美国这是要跟中国摊牌了。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军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不得不从阿富汗和伊拉克2地腾出手来，全力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速度，世界各国都看在眼里。令西方国家没想到的是，中国的腾飞速度太快了，令他们措手不及。如今他们反应过来，发现如今的中国早已成长为令他们无法轻易撼动的存在。在各领域，中国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超越美国也是指日可待。中美2国经济总量加起来占据全球的40%以上，这让西方各国在面对中国时不得不小心应对。军事上，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为了一流的现代化部队，各种尖端武器层出不穷，航母已下水2艘，第3艘不久之后也将下水。055万吨大驱更是世界顶级驱逐舰之一，无人机技术更是世界一流水平。目前世界上只有4款5代战机，中国的歼20便是其中之一。从军事上，想要压制解放军的意愿更加难以实现。美军从阿富汗、伊拉克2国抽身，正反映了美国的霸权衰落。世界已经形成新的格局，中国的崛起是时代的抉择。奉劝美国不要再花心思遏制中国，针对中国逆时代而行，终将被时代所抛弃。